他先把脚和鞋子对齐，再一刀划出多余的长度，打上标记，接着把刀紧紧抵在标记线上，最后一棍子敲下去，砍断脚趾。因为这样她就能穿上那只鞋子，与继妹竞争嫁给王子的机会，成为令所有女孩都羡慕的公主。但本该砍左脚艾拉却砍成了右脚，于是母亲发现后又贴心的帮她把左脚也砍了。然而为了赢得王子的心，艾拉不止一次采用极端的手段，从当初的这般模样，再整容整形到美丽至极，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到了变态自残的地步。艾拉本以为这样能拿捏住王子的心，最后发现小丑竟然是自己。故事开始，艾拉与母亲和妹妹坐着马车来到一家贵族这里，因为这个贵族老头的妻子去世了，想找个伴，而艾拉母亲守寡多年，也不想再守了。谈话间，两人眉来眼去的，也互相看上，确认过眼神，遇见对的人，双方见面当天就忍不住举办了婚礼。可就在夜晚吃庆祝蛋糕时，没想到老头人老心不老，还调皮的玩起了扔蛋糕，把蛋糕扔艾拉脸上后，给大家逗得开心不已。但笑着笑着，老头似乎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卡住了。结果吐出一口老血后当场去世，这直接给艾拉母亲看呆。新婚当天丈夫说没就没了，隔天艾拉来到房间里安慰老头唯一的女儿珍妮，结果从珍妮口中得知，她父亲身为贵族之所以会娶艾拉毫无身份的母亲，是因为他们家破产了，要不是看上了艾拉母亲的那一点点家底，才不会让他们一家进门。艾拉跑来把这事告诉母亲，母亲直接气得瘫倒在地，因为她一个老寡妇带着2个不中用的女儿，好不容易嫁个贵族，死了就算了，还穷得叮当响。意识到母亲也不容易，艾拉便表示自己可以去嫁个有钱人，而母亲知道艾拉这丑样，嫁豪门的事根本指望不上。直到这天皇宫信使的到来，让艾拉高兴不已。原来国王和王子准备在城堡举办宫廷舞会，还特别邀请贵族少女前去参加，因为王子要在舞会上选一位女孩结为夫妻，而艾拉身为珍妮的继姐，现在也算是个贵族，所以也得到了邀请。这给艾拉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因为她做梦都想嫁给王子，当即就幻想出了以后和王子在一起有多浪漫。可相貌本就不出众的小薇，要想脱颖而出，就必须改造自己。母亲直接带她来医院整容，医生用大钳子把小薇的牙套取了下来，然后就对着鼻子下手。这血腥的场景让一边的妹妹都看不下去了。做完手术的小薇又参加了淑女学院的考试，舞蹈老师告诉众人，学院将会为王子的舞会献上开场舞，需要选出主舞和伴舞，这可是在众多贵族中出风头的好机会。可训练过程中，舞蹈老师直接让小薇退到了最后面，让季姐站在了前排，这种差别对待让她的心里很不平衡。晚餐时，为了减肥，小薇也是吃的很少。此时季姐提起父亲下葬需要用钱的事，可母亲1分钱也不想掏，导致绝世的尸体放在灵堂发臭了，都没有人去管。这天舞蹈团的名单公布了，小薇在最底下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舞蹈课上，老师让小薇试着跳主舞的动作，跳到一半，他告诉了她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虽然小薇很有天赋，但是长得不行，要不是她妈妈给了钱，她是进不了舞蹈团的。还得是季姐，人长得漂亮，做什么动作都像只天鹅。其实季姐和家里的马奴互相爱恋，但为了金钱和地位，她必须嫁给王子。因为身材有点肥胖，小薇费了老半天才穿上礼服。礼仪老师知道了她的烦恼，安慰她说至少小薇有在向理想的自己前进。说完还给了她一份特殊的礼物，那是一份绦虫卵。小薇打算把它吞下去用来减肥，妹妹都觉得她疯了，气得直接骑马离开。小薇也不管这么多，把虫卵吞了下去。谁知这时她正好碰到王子和狐朋狗友出门打猎，脚下一滑被发现了，男人们对她出言调戏，直接让小薇的少女心破碎。等到了晚上，小红听到马圈有动静，走过去一看，发现季姐正和马奴在比武，这可不得了。小红赶紧告状母亲，季姐也被金姐狠狠地痛骂的一顿，还被软禁了起来。当然马奴也被金姐被当场开除。在季姐得到惩罚后，小红心里也得到了应有的满足。一转眼就是3个月后，马奴的位置已被小兰顶替，每天照看马匹就是她的责任，而几个月前做的鼻子手术也完全好了。母亲迫不及待地拆开小红脸上的固定器，哇塞，果然鼻子对颜值太重要了，小红一下变得好漂亮。虽然现在的小红已经很完美了，但她看到正在挤牛奶的季姐时，心中的那该死的胜负欲压毒压不住，于是她开启了第2次整容。这一次她让医生将假睫毛缝在她眼皮上，医生拿着锋利的钩子一针一针刺穿她的眼皮，此处就略过吧，打码都钻心的疼。喜欢的朋友建议去看原片，非常劲爆。做完手术的她到了晚上，肚子饿得嗷叫，也许是那只虫子在作祟，于是蒙着眼的她起来找吃的。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声响吵醒了季姐，她还以为家里遭贼了呢。看着可怜巴巴的小红，她不仅没有一丝怨念，反而还递给她一块蛋糕。由于金姐的干涉，季姐没能继续参加舞蹈班，少了这么好的苗子，
舞蹈老师也犯愁，他们只好另选他人来做主舞，结果小红就被选上了。晚上，小红读着王子的诗集，一边吃着意面，好心的季姐在一旁不计前嫌的伺候她，可能是药丸的副作用，狼吞虎咽的小红完全没有淑女的形象，而且她的头发还疯狂的掉，一抓一大把的那种。由于季姐失去了参加舞会的资格，于是机会意外落到了茉莉头上，焕然一新的面貌让她成为了伴舞之一，离自己的公主梦更近了一步。殊不知迎接她的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。在舞会的前一晚，茉莉突然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开始倒把脱落，而母亲花高价为她定制了一套漂亮的礼服，但也看到女儿脱落的头发，无奈只能套上假发遮挡铺顶。而细节也悄悄打开了自己的衣柜，里面装着一套精致的礼服。原来她明天想偷偷去参加舞会，却不料再次被茉莉迎面撞上。为了阻止季姐破坏自己的好事，她毫不犹豫撕烂了对方漂亮的礼服。最后一丝希望破灭的季姐，失落的守在父亲已经腐烂的尸体旁，在这里她梦见了已经死去的母亲。很快，这场万众瞩目的舞会也真是拉开帷幕。茉莉如愿在舞会上华丽出席，而王子和他身边的人更是一群对美女虎视眈眈的色狼。在随后的舞蹈表演中，王子的目光便紧紧粘在了茉莉身上，于是在开场舞环节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茉莉作为舞伴，如愿以偿地与王子共舞。茉莉内心的兴奋难以言喻，然而她还没高兴2秒钟，一个身穿金眼丸礼服、头戴面纱的美女突然出现在了门口。茉莉瞬间愣住了，她一眼就看出这是季姐的那件礼服。王子也被季姐的气质深深吸引，很快就将茉莉抛在了脑后。然而面对这一切，母亲却十分看得开，王子没了还有其他公爵补上。但此时的茉莉早已无心跳舞，她强忍着胃中的翻江倒海，跑到大厅外狂吐不止。飞丝的粘液中竟然出现了几粒绦虫卵，恐惧顷刻间占据了她的大脑。这时母亲追了上来，看着精神萎靡的茉莉，她果断给了女儿一个大逼斗，让她赶紧振作起来。此刻的茉莉只是母亲用来讨好富人的工具，丝毫不在意这是何种敛财方式，只是尽可能的用美貌取悦有钱人。但是在这逐渐狂乱的舞步中，那股性感再次涌上心头，使得周遭一切都变得无比丑陋。家人间音乐停止，0点钟深夜准时响起，季姐匆匆离开了现场，王子连忙追了上去，但最终只捡到一掷一失的舞鞋。随后他宣称村上这只鞋和脚的女孩就是他将迎娶之人。回家到后，茉莉操起菜刀逼近季姐，从他手中夺走了另一只舞鞋。然而看见那根本合脚的舞鞋，偏执的茉莉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于是她果断拿起菜刀，毫不犹豫砍下了自己的脚趾。然而很快茉莉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在看到女儿的惨状后，却只是轻飘飘地表示她弹错了脚，这让艾尔维拉顿时晕了过去。畸形的功利心早已吞噬了瑞贝卡，似乎很赞赏女儿的行为，于是母亲将她的另一只脚摆好，手起刀落，艾尔维拉就这样失去了所有脚趾头。睡梦中，她看到王子来到家门口，自己也成功穿上了那双舞鞋，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王后。然而梦醒时分，迎接自己的只有血淋淋的双脚。这时窗外传来了王子随从的声音，他们来这里寻找舞鞋的主人。阿尔维拉就这样忍着剧痛，一点一点爬向门口，甚至直接从楼梯上拱了下去。但是眼前出现的并不是王子，而是灰姑娘艾格尼斯。在这场争斗中，她成为了最后的赢家，留给阿尔维拉的却只有遍体鳞伤。好在她还拥有不离不弃的妹妹，在妹妹的帮助下，她喝下了解药，吐出一滩黑水后，阿尔维拉却突然感到呼吸困难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顺着喉咙往外爬。紧接着，她的嘴里赫然出现了一条绦虫，妹妹连忙抓住尾巴往外拉，就这样不知道拉了多久，一条近乎10米长的绦虫被拖入出来。至此，艾尔维拉终于得到了解脱。而此刻的母亲仍在享受鱼水之欢，对自己即将出走的女儿漠不关心，因为她已经得到了想要的。妹妹抬着艾尔维拉的双脚，一点一点艰难地下着楼，但姐妹俩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如果离开了这个美貌至上的王国，她们能否过得更好？答案不得而知。但幸运的是，她们摆脱了母亲的洗脑，逃离了名媛培训班与上层社会的审视，不再需要改变和伪装自己。而那些童话故事里的梦幻情节，何尝又不是恐怖片最好的素材呢？至此，全片完结。